欢迎来到 News TT70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杨紫翻车，我居然有点开心。家人们，听说杨紫和程毅主演的仙侠剧《沉香如屑》支棱起来了。毕竟杨紫有香蜜，程毅有琉璃，导演郭虎制作过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和《陈希媛》，编剧张渊昂也写过香蜜。没看之前就被人按头安利，主线流畅，台词清晰，制作良心，颜值在线，演技在线。为了更有底气说话，产主是一口气看了20集，结果又缓缓工伤了。沉香如屑和以往被观众吐槽仙侠剧已死的点都差不多套路，换汤不换药。表面上是仙侠剧，实际上是工业糖精。男女主降智谈恋爱才是主线，至于仙侠的内核，不过是陪衬。修仙版霸总爱上傻白甜，情节真的老掉牙了。仙侠剧别拍了吧，就麻了。男女主颜值还是在线的，没什么东西拍可以不拍，拍这种东西出来真的很像是在洗钱。剧的播放量虽然爆了，但真的是因为剧本好、制作好才爆的吗？恐怕不是。如今大家古偶剧、仙侠剧其实都不抱有太多希望，但这类剧种却能成为一种流量密码，可见流量演员的粉丝们是有多能捧。国产仙侠剧，有粉丝还需要有观众吗？不可否认，仙侠剧找流量演员合作是内娱曾经的一大流量密码。毕竟粉丝基础量大，编剧导演强撒2把工业糖，粉丝都可以笑着看烂片，还说哥哥姐姐演得好，不针对哪一位演员，说的是一种现象。搜某平台推荐的仙侠剧，一下就出来了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《三生三世枕上书》《香蜜沉沉》《烬如霜》《琉璃》《陈希媛》等等。除此之外，起码有15套被夸的天上有地下无，甚至打上了仙气飘飘国产剧的 tag。 里面有好的，但也并非全部。自古仙侠套路深，近几年仙侠剧到底是仙气飘飘还是缝缝补补又3年？沉香如屑的原著其实是快20年前的网文，但这里编剧改的跟原著几乎是颠倒。但凡按照原著拍都不会那么俗套，原著女主很通透，转身了就不回头，而原著男主的默默陪伴和守护也很感人，非要改成怎么个极大俗降智于一体的鬼样子。但是也不妨碍让我们看看什么是仙侠人设 CTRL 加 C 在 CTRL 加 V， 就连剧本的逻辑坑都是差不多。首先，开局必然是大男主冷酷绝情绝爱，傻白甜女主偏偏不懂什么是情爱。男主应渊帝君是上古恶灵之首修罗族首领的后代，在天界的地位也就仅次于帝尊，法力一人敌100万，仙女们都想多见他一眼。但帝君的性子自然也就是不喜欢热闹，生人勿近。除了女主颜淡，上古遗留的4叶汉淡，天生仙胎，天赋异禀，身负着众仙的厚望，但偏偏机灵捣蛋，不学无术，喜欢读书看戏。一开始最大的理想就是做一个废物小仙师，当然还会配上一个暖心也不弱的男二，无怨无悔地陪在女主身边，默默付出一切。女主是双生姐妹，按照设定是一强一弱，颜淡虽然是强的那个，但前期都被有意弱化了。应渊帝君看颜淡天资聪明，但无心学习仙术，自然要想办法让女主进入自己的宫殿侍奉自己，那才有机会去点化女主。但天界不容动情，否则就要被诛灭。男主为了女主好，于是装绝情装狠心，然后女主为了男主必跳忘川。不出意外的话，接下来就是天界虐完，凡间刷撒糖副本，男女主纷纷下凡间历劫增进感情，失忆或不失忆都行，反正最后都会想起来。对于剧中的 CP， 可得到还能加入他们，磕不到或者觉得不好看，就被粉丝开除观看名单了。传统的一句不爱看别看，还是那句话，剧集赶炒赶爆，
自然也得承受不同的声音。毕竟这几年的仙侠剧一边魔改原著，一边割粉丝流量的套路，屡试不爽。市场变得这么糟糕，这种流量收割套路难逃一责。主线流畅，台词清晰，制作良心，颜值在线，演技在线，真正能做到的又有几部呢？有段时间仙侠剧演员们的演技更是仅粉丝可见，粉丝们则是捧杀式维护，再烂也有人兜底。剧集的受众仿佛只有流量演员的粉丝们，赚完流量拍拍屁股走人，继续割下一波韭菜。普通观众、路人观众呢？还重要吗？还有人在乎吗？以前的神话、武侠、爱情，现在只剩下无脑、降智的爱。这些影视剧自然也是在口碑翻车和没救了之间反复弹跳。古偶仙侠成了最后的舒适圈。杨紫作为童星出道，近年来的演技有进步，理应也可以塑造更多的戏路。无奈好像总是没有一个很适合她的剧本，甚至还被拉去剧组救场。战长沙是如此，包括这次沉香如屑亦是如此。但有时候艺人在影视剧上翻车未必不是好事，特别是在一些不合适的剧本上。这跟承认自己不足是一个道理，承认不足不丢人，加把劲补短就可以。而且不少人都发现，杨紫在沉香如屑中的角色和在香蜜中的角色其实非常雷同，对提升自己演技和戏路也没太多作用。事前杨紫就有不少粉丝联合抵制过沉香如屑，她估计自己也很清楚，所以一开始就拒绝了这个剧本，但最终却被迫出来救场，接了这个烂摊子。至于戏路的转型，杨紫这些年也拍过家庭剧、都市剧、职业剧，她也并非不适合拍偶像剧、拍古偶仙侠，什么年龄阶段就接什么阶段的戏，只要是合适的剧本，也总会有发挥的地方。正如她自己说，我不觉得演仙侠剧丢人，不然我都要没戏可拍了。在产主看来，古偶仙侠题材虽然一直被消耗，但流量时代终究还没过去。反观看娱乐圈曾经的领头羊，从古偶出来的85花们，如今也重返自己的舒适圈。例如前段时间闹得沸沸腾腾的《梦华录》，刘亦菲的神颜让内娱观众又重新活了一下。今年也同样传出85花们齐聚横店，准备拍着自己的古装剧。杨幂、赵丽颖、刘诗诗都是曾经一代人的青春回忆，那个时候她们就是大众心中的古偶美人。虽然一系列剧集如今来看也有瑕疵，但在那个年代古偶已经足够。其实85花们今年非古偶的作品其实都不少，但出来的效果显然没有过往那般令观众惊艳，甚至有点不如意。刘诗诗出演都市剧集《亲爱的自己》就被吐槽演技让人出戏演不出活泼可爱，当时搭档的朱一龙流量还不错，但此依然被骂毫无 CP 感，像中青年无性夫妻一样。和倪妮双女主出演的《流金岁月》则是同样的高开低走，被嘲盲人演技。赵丽颖今年新剧被称之为转型之作的《幸福到万家》倒是引起了不少热烈的讨论。她饰演的农村女孩和幸福得到的反响也并不差。不过在赵丽颖看来，演员没有什么转型不转型，这些都是在于角色和题材的区别不同。曾经的古偶美人退回古偶圈，除了情怀，我们作为观众自然也想看到新的火花，而不是像10年前那换汤不换药的少女和可爱。更何况如今各种影视剧的同质化非常严重，也就意味着这些女演员们即便退回到曾经的舒适圈，也未必能非常出彩。加上曾经在古偶仙侠非常吃香的男演员早已转型，如今能搭配85花的也寥寥无几，所以85花集体演古偶更像是在集体扶贫。双方粉丝不仅在意有没有 CP 感，更是要比较谁咖位比较高，谁配不上谁，谁又在山鸡配凤凰。昨天
产主在微博上还刷到一则国产电视剧已死的内容，上面写着影响过审的选题哪些需要规避，例如导向不正、反派和负向角色的结局需要被道德制裁，或者展示角色已经悔过或改正，又例如未成年相关中不能出现早恋等不良行为。其余的还有非主流婚恋观、非民俗封建迷信、穿越、转世、重生等。画面上也不能出现吸烟画面、脏话、纹身、血腥暴力。看见这些，加上还有甲方爸爸的介入，也就意味着国产剧未来的道路必然是越来越难走。无论是演员、编剧、导演，还是整体制作，又或者剧种是仙侠、古偶、都市言情，还是职业悬疑等等。但有点资历的演员们在这环境之下，是选择对市场继续收割流量，还是选择精挑细选然后打破僵局，他们还是能选择的，并非粉丝口中的他没得选。有人说，我看影视剧爽了就行，不想思考那么多。是，爽剧是爽，但爽完之后又能留下什么呢？每人都只追求爽，那属于我们的影视文化又从何输出？只是追求爽，又何尝不是一种退让后的悲凉？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